好，再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Teams 的一个操作界面啊，Teams 的一个操作界面。那首先呢，其实对老师来说，Teams 里面呢，教学上最常用到的哈，就是在上方这一个分享的按钮哈，分享的按钮啊。那这个就是你们老师们用习惯的 Meet 的里面那个分享桌面的功能哈。不过哈，为什么我要介绍 Teams 的原因，是因为啊，Teams 的分享呢，不管你是分享荧幕、分享视窗。它都有一个选项叫做包含电脑音效。当你把这个勾起来，就是说学生端就会听到你电脑里面播放的声音。所以不管你是选荧幕分享或视窗分享，学生端通通都可以听到老师的讲解跟电脑播放的声音哈。就是说你的教科书本机上的电子教科书的教材，学生除了看得到之外，也听得到哈。好，那这个是它的分享的功能哈，所以你只要点这个共用，然后把包含电脑音效勾起来，然后选荧幕分享。好，你只要这样一分享，学生端就已经开始分享了哈。好，那你可以看一下哈，这是比如说我的 iPad 有没有？这是我的 iPad，就会看到我现在的无限回圈的画面有没有？好，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声音就是都投递出来了哈。然后 Teams 它有一个好处啊，当它在分享整个荧幕的时候呢，它画面上会看到一个红框啊，那这红框老师就会知道说，哦，目前这一个画面是在分享给学生看的，啊，目前这个画面是在分享给学生看，所以老师你就很清楚的知道说，哦，我现在这个画面是正在分享，好，那这个是分享的部分哈，好，我先把它停止分享。好，那除了分享之外，这里有一个就是开放老师的麦克风跟老师的镜头的按钮了哈，好，那这个都可以自己开哈，然后这里还有几个功能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如果老师你要开启录影的话，哈，这里有一个三个点，这里点下来，这里有一个开始录制哈。那你当你按下开始录制之后呢，你的这个会议就会开始录影哈，就会开始录影。然后这个录影会录到哪里去呢？它会录到你的这个你的 OneDrive 里面啊，会录到你的 OneDrive 里面哈。好，我就按下开始录影哈，我们之后再来看它录到哪里去啊。好，然后呢，如果你的 iPad 啊，如果你的 iPad 如果你的 Teams 啊，不是 iPad 哈，如果你的 Teams 啊，如果现在很多学生一起加进来的话，它是有几种显示模式的哈。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大型图库，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一次看到比较多学生的话，啊，你就可以选这个大型图库的显示。然后这个在一起模式的老师们一定有看过哦，就是前一段时间在那个毕业典礼啊，有人用那个群聚模式，有没有？就是会有一个背景图，很多椅子，然后每个学生就把身体截上去那一个功能，有没有？就是这个在一起模式哈，这个都可以选哈。如果人多一点进来的时候，这边就可以选哈。好，那你也可以套用你的，它也可以套用一些背景哈，比如说，因为我现在镜头没开嘛哈，我把镜头打开好了，好，我把镜头打开不过我镜头好像是选的，我设定一下哈，我把我的镜头改一下哈，我把设置改一下哈，我的镜头我把它改成可以直接看得到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好，那我们来看虚拟的背景，它这里可以设定虚拟背景嘛？这其实Meet 上也有哈，你可以直接背景模糊哈，你可以预览一下背景模糊，好，直接套用好了。好，没有背景就模糊，那你也可以选不同的背景，没有哈？好，那这个是Teams 里面可以做背景的部分，背景的处理哈。好，然后再来呢，这里有几个地方可以选择哈，比如说这个会议选项哈，这个东西呢是一些进阶的设定，比如说谁不需要在大厅等候呢？是所有人，对不对？啊，你也可以改成只有我哈，只有我哈，所以就是如果你改成只有我，就是每次是我进来，好，然后其他人都要在大厅等，他们如果加进来，就是要我允许他们才可以加进来哈。好，那他预设是所有人的哈，就没有就大家都可以直接进来哈。然后再来就是谁可以简报哈，因为如果学生加进来，学生可以分享荧幕的话，会有点麻烦。如果学生给你乱按哈，就会影响你上课，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到这个会议选项这边呢，直接把它改成只有我可以做会议分享哈。当你改成只有我的时候，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当你改成只有我的时候啊，学生端的分享的功能啊，学生端的分享功能，它现在就会没有作用哈。学生端的这个分享功能就会没有作用哈。我现在什么点都没有作用哈。好，然后再来哈，我们来看一下，
要允许出席者麦克风。如果学生一直都给你插话，有没有？你可以直接把麦克风关掉哈，然后也可以把学生的相机直接关掉哈。可是这里你只能帮忙关，不能帮忙开哈。好，这要注意一下哈。好，我把它关掉哈，我把它关掉。好，你按下储存，允许关掉哈，按下储存。然后学生端的麦克风就会被强制整个关掉哈，就是完全不能启用哦，它也不能自己启用哦哈。好，那你这预设通常都打开了哈，这个通常都打开。然后是不是要让学生可以聊天呢？你也可以把它停用哈，你可以把它停用哈。你把它停用了之后呢，学生端呢就没办法，做文字讯息的聊天哈。好像没有按到。好，来我按了停用之后看一下哈，刚刚因为按完之后它还没有套用哈，你看到我现在停用了，过一段时间之后，学生那个会议聊天的工具列就不见了哈，在这里哈，原本在这里哈，它已经不见了哈。好，我再把它启用哈。好，我们看一下确认一下启用，然后看一下学生的这个哈，稍等一下，这边就会多一个聊天的工具跑出来哈。好，这个没关系，这个我们之后再确认一下，因为他现在没办法马上的看到这个效果哈。不过老师，你可以在上课前就把这些功能开哈，设定一下就可以了。好，然后再来哈，我们来看一下。好，那这个是会议的选项了啊，会议的选项。好，然后这里呢，如果你想要让跟学生做文字讯息的聊天啊，你可以在这里哈，点一下这里，然后就可以打字哈，对不对？你可以把网址贴给学生哈。好，那这个是文字讯息，那学生也可以透过文字讯息传递给老师的哈，也可以哈。好，然后再来哈，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在这里这个显示参与者这里哈，老师就可以，如果你需要哈，针对哪个学生去开关一些麦克风的话哈，刚刚的那个会议选项是直接把它可以开启的功能关掉，那这里是可以老师帮忙做一些设定哈，比如说我在这里现在有2个学生，对不对？好，我点一下这3个点，这里有一个停用出席者的麦克风，按下去，它就会停用了哈，它就无法自行取消哈。取消静音有没有？出席者无法自行取消静音嘛哈。好，你可以从这里直接关，或者是在使用者上按右键，这里有一个停用麦克风哈。你可以针对每个学生去做设定，按右键就可以停用麦克风，停用他的镜头啊。你可以帮他关的意思哈，你可以帮他关哈。好，那这个是从参与者这边去设定关学生的麦克风跟镜头哈。然后其实 Teams 里面它还有一个进阶的功能哈 ，Teams 里面还有一个进阶的功能，就是这一颗按钮哈，它可以做分组讨论哈。好，比如说因为我现在里面只有2个人了哈，我就选2组啊，选2组。好，那你可以自动将人分配或者是手动。好，那这里我先用自动哈，我先产生2个会议室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好，它产生了2个会议室哈，这边有产生2个会议室，有看到哈？好，那我可以看一下哈，现在目前还没打开哈。你目前只是产生了2个，然后把它们分别丢进去嘛，对不对？你在这里可以选择点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哈，这里有1号，对不对？我可以把它勾起来，然后把它指派到第2会议室。所以你看，我现在第1会是没有人，第2会是有2个人，所以我可以点开之后去指定哪一个学生去到哪1号会议室哈。好，所以我现在就指派成1号会议室、2号会议室各有1个人，有没有？好，那我如果确定设定好了，我就按下开始会议室。那当你按下开始会议室的时候，稍等一段时间哈，2个学生就会被自动分派到这2个会议室里面。那如果你学生里面有很多人的话，他就会自行在里面可以做小组的讨论哈，学生可以自己在里面做小组讨论。好，你看现在会议室2已经开启了，所以
1号学生已经过去了，然后这里有没有正在离开啊？好，那现在整个会议室就只剩我了哈，就只剩我了。好，那这个就是它的那个会议室的功能哈，它的会议室的功能哈。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哈，它现在会议室有2个，对不对啊？老师呢，你可以直接哈，在这个分组讨论区这边呢，你如果想要加入哪一个会议室哈，比如说现在1号会议室，对不对？我就点这个1号会议室旁边这里有一个加入会议室。好，那这时候呢，老师你就会被加进这一个会议室里面啊，老师你就被加进这个会议室里面啊，没看到啊？你现在在会议室1了哈，你说你就是跟1号同学可以在聊天，在这里聊的，对不对？好，那如果你现在结束了，对不对？你就按离开啊，你按离开之后就会回到你的这个主会议室哈，啊，你就按下继续，你就可以回到你的主会议室哈，你就回到你的主会议室。那如果你想要进到2号会议室啊，你想要进到2号会议室，就点2号会议室旁边3个点，加入会议室。好，那老师你就进到这个2号会议室了哈，老师你就进到这个2号会议室。好，那假设跟学生聊完了，好，离开，你就又回到我们的主会议室哈，你就按下继续，就回到主会议室。然后，如果你想要发通知给这2个会议室哈，一样哈，我们在这分组讨论区这3个点，点一下这里有个发布公告啊，你就可以写说3分钟后关闭会议室。好，假设这样好，按传送。好，那这样这2个会议室就会收到老师的讯息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学生哈。啊，这个学生他就会收到一个讯息，就是3分钟后会关闭分组会议室，有没有看到？好，我们来看一下。好，那这学生就知道说，哦，我要赶快结束讨论哦。好，那这要结束了哈。假设3分钟到了，老师你就按下关闭会议室。好，然后就稍等一下，学生就会陆陆续续回到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我们一开始的这个会议室来啊。那这个开关这里会需要等一下哈，因为它要有一个切换的时间哈，所以要稍等一下。好，那这样就是学生都已经回到我们的这个会议室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会议室里面现在就是会有2个学生哈，会有2个学生哈。好，那再来哈，我们就这是整个的一个操作界面了哈，整个操作界面哈。那其实 Teams 的功能真的蛮完整的哈。然后其实这里啊，你可以看一下哈，在这个参与者这边哈，如果你在参与者这边好像有一个学生被踢出去了哈，不过没关系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有一个，如果你在这个参与者这边3个点这里，除了刚刚有关闭麦克风之外，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叫做下载出席清单，有没有到？啊，你可以点一下哈，它就会直接下载一个Excel 档哈，我们打开看一下，它会跟你看到说谁在几号什么时间点加进来，什么时间点离开，有没有？什么时间加进来，什么时间点离开，然后它就会记录在这里，它会记录在这里，然后这个哈，这个是只有记录进出了哈，其实在整个 Teams 里面啊，在整个 Teams 的会议里面哈，看一下。在整个 Teams 的会议里面啊，当老师你结束课程之后哈，你结束课程按下离开，按下离开。当你按下离开之后啊，你的这个 Teams 教室有没有？你的这个 Teams 教室，它过一段时间之后，这里会直接出现，这里会出现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出席报告哈，像这样的一个出席报告啊，这个出席报告会自动产生，老师你完全不用设定哦哈，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动出现了哈，没有办法马上了，可是过一段时间会出现了。那出现了之后，你只要点一下出席报告，它就下载一个 Excel 档，你可以把它打开来，它里面就会记录每个学生，这不是这个。
好像没有下载到，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好像是旧的，这个。好，如果你最后它时间到了，下载下来的 Excel 档就会像这样，就是一个谁，然后加入的时间、结束的时间，他在这个会议里面多久时间啊，他都会帮你做记录哈，他都会帮你做记录，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参加会议的报告哈，参加会议的报告哈。那其实这个功能其实还蛮实用的，对于如果大班级老师你需要一些点名资料的话哈，这个出席报告就还蛮实用的哈。好，然后我刚刚的录影呢，因为录的比较长哈，你这之后呢也会出现在影片呢，它也会出现连结出现在你的这一个聊天区里面，好，它会出现在聊天区，好，那你可以之后再进去看你的荧幕的录制的结果哈，录制的结果，好，那这个是整个如果你要使用这个 Teams 教室的界面的操作的一个介绍哈，影片有点长啊，不过功能真的蛮多的哈。真的还蛮实用的哈，真的很推荐老师们使用。